林总，人带到了。姐姐，看来我没有看错，又穷又爱装，这套衣服假的。但是这里不假。挺熟练啊，不是第一次。是不是第一次？你不知道吗？林总，我的条件你考虑的怎么样？只要你答应，这个项目就是你的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走，我扶你起来。没事，有我在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你还难受吗？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护士姐姐，麻烦你轻点，她怕疼。没关系，我不怕疼。如果你怕疼的话，可以抓住我的手，你不用忍着。你也可以怕疼。拿来！什么女的，跟弟弟抢东西还有脸哭？小样的骗子，一天到晚只知道哭，还哭呢！要哭滚回房间里哭去。儿子，走，咱们出去玩去。从那之后，我再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。胃穿孔，痛苦的丢人。你不哭的话，别人怎么知道你疼不疼？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关心我的疼痛。我就说那个废物弟弟不如你爸，整个李氏集团都是你的了。怎么看上了？看样子是个大学生啊。你认识啊？上次胃出血那次，就是他送我去的医院。啊，真的啊？哇，高冷霸总和天降校草，冲啊姐妹！客气客气，主动点儿，幸福是自己争起来的。我没谈过恋爱，也不会谈，那就用最常用、最高效的办法。
2年宿命重组，高冷霸总主动追爱，暧昧拉扯即刻开启。漂亮姐姐，有事？漂亮姐姐，有什么事吗？身体健康。给你介绍一个工作，2万1个月。好啊。什么时候上班？现在。姐姐，怎么用掉就想丢掉？你想住哪？明天让助理带你去看房。姐姐出手这么大方，看样子昨天很满意啊。总裁，车已经安排好了，会议1小时之后开始。好，到楼下等我。楼下有早餐。我不要房子。姐姐睡哪，我睡哪。城南的文旅项目比较稳定，且符合集团长远的发展。我建议立刻启动。启动什么？小叶提出的地产开发项目才是稳赚不赔的买卖，娱乐产业周期长，回报慢，纯属浪费资源。姐啊，你还是太年轻，不懂商场变通。妈说的对，地产项目能快速回笼资金，这才是集团需要的。地产项目风险极高，我已经做过调研，这个项目是重点扶持对象，政策很好，潜力巨大。笑话，集团决策还轮不到你这个丫头片子来指手画脚。小叶是林家唯一儿子，集团以后要交给他，他的决定就是集团的决定。项目是要看价值的，不是看性别。打拼又怎样？只要我妈在意一天，你就别想过去。这个项目，你必须听我的。公司能有现在的规模，不是你们一张嘴，是我林锦书一手打拼下来的。在重大决策面前，任何一个股东都有话语权。是，说的有道理啊。你妈在的一天，你就蹦跶一天，你就珍惜吧。干什么？我做饭啊。听说现在女生都很喜欢会做饭的清纯男大。现在不喜欢了？那正好，喜欢我就行了。来坐，都是我做的。
还不错，你还会做饭啊？对啊，只要是姐姐喜欢的，我都会做。你干嘛一直看着我？干什么？我脸上有东西啊？有啊，有一点漂亮。喜欢，比如什么？比如，来看这儿，3、2、1，3、2、1。我去开门。谁啊？来的真不是时候。林锦书，林锦书，郑峰，怎么是你？林锦书，你不让我待在公司可以，但是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？请你自重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。我们没有关系，你不能单方面解除我们的关系，我不同意。你有什么资格不同意啊？你又是谁？你为什么出现在林锦书的家里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又是谁？你这是私闯民宅，懂不懂？郑峰，你住手！林锦书，你会后悔的。撞死你！姐姐，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他叫郑峰，是公司的员工。老总，你看这个。借。各位面试官好，我叫郑峰，今天来面试。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。我在学院学的工商学，多次在学校获得奖学金，然后毕业后我在地下室住着。我的家境不好，我愿意吃苦，我也愿意学。我听说林氏是行业顶尖的集团，所以我想来试试。那时候他没资源没背景，连温饱都成问题。我签了他之后，不仅给他安排专业培训，还一直出钱资助他的生活，帮他对接资源库。我当时就觉得他有点天赋，人也不错，就想带他，带他参加各种聚会，给他内部项目。没想到，我生气了，姐姐，你就带别人去公司，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。在闹什么啊？我要去公司上班，你又带别人去了，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。你上什么班？回头出国深造一下。不要深造，我就要去上班，我就要去姐姐公司上班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真拿你没办法，明天给你选套衣服。你就知道姐姐对我最好了。为了表达感谢，我决定今天献出我的肉体。来吧。好飞。
就他了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滕子瑜，我的人，以后他会协助集团项目。原来是林总看中的人，欢迎欢迎。这么年轻啊，以前没见过。工作能力我已经确认过，就不需要麻烦大家了，我操心的。林总，他是谁呀？林总，他是谁呀？我刚介绍过，滕子瑜。这么重要的项目，让一个新人来带，是不是太草率了？我的决定什么时候需要你来评判？我只是为公司考虑。那就记住你的身份，集团的事我会负责。记住你的身份，小瘪三。凭什么？一个不知来历的新人，靠几句话就能站在他的身边，让他护着你？我在公司步步为营，明争暗斗，这一切多么可惜！新人，看你还能在公司站几天？姐姐，今天在公司，谢谢你了。你是我带来的人，我当然要负责。来，姐姐，牛排已经切好了，这点小事怎么能麻烦姐姐呢？你嘴真偏，光嘴贫肯定还没用，得别的地方下点功夫呀。你有点坏。Yes, I'm bad boy。其实你今天在公司可以不用应酬的。我总不可能一直待在姐姐背后吧？哟，还真是巧啊！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我的好姐姐和姐姐的私人助理。这里不是林家的私人餐厅。哼，林锦书，带着外人来这种地方吃饭，你倒是越来越随意了。他不是外人。不是外人。林锦书，你现在怎么这么不避嫌啊？我跟谁吃饭，需要向你们报备吗？林锦书，你作为林氏集团的人，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被外人指点，你代表的可不是你自己。我记得林氏集团是我爸一手创造的，难道你嫁进来也跟着姓林？你，哎，你倒是做得很。
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吧？要说外人，林大少那些花边新闻，我听说的可不少啊。要说外人，林大少那些花边新闻，我听说的可不少啊。什么黑丝、捆绑、SM、滴蜡，你是一个不落呀！别血口喷人！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有什么资格评价？我记得林大少挺忙啊，您教育的真好。要说我是什么人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是名草有主的人。林锦书，你可真不要脸！你不要脸，你也不要脸，你们全家都不要脸，除了你。喂，林总，我们公司招标的那个项目出了点问题。你说什么？我们走。哎，那就记住你的身份，集团的事我会负责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资料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就按照你的项目。合作愉快。林锦书，是你逼我到这个地步。姐姐，你说今天那个老女人，哦不，那个阿姨会给我们买单吗？老女人，对，没错，她就是老女人，还是个毫无人性的女人。姐姐，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，能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吗？不学好，偏偏学人家幸灾乐祸。姐姐，是不是你觉得我技术不好？要不要我多学几招？今天晚上让你开心一下。你给我下去！我不，凭什么？那你给我闭嘴！我只是看那个老女人惹姐姐不开心，我想讲个笑话，让你开心开心。你也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，而那个女人是他妈妈。你也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，而那个女人是林一的母亲。她从小就不喜欢我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她为什么不喜欢你啊？我爸很宠我，他觉得我抢了他和他儿子的地位。我爸去世后想争夺财产，可是我根本不想要，我爸也没爱过我。这个老女人太坏了。他对我很苛刻，几乎每一次犯错都得到严厉的惩罚，甚至有时候他希望我不存在这个世界上。不，姐姐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存在。油嘴滑舌，姐姐喜欢就好。每当想起那段时光，我还会觉得有点痛。每当我觉得自己终于能够得到一些温暖的时候，那些冰冷的目光总能把我打回来。姐姐，你不该受那些冷漠的对待，以后的日子有我，
我会一直温暖你。那2万工资能不要吗？这可不行，一码归一码。姐姐，怎么了？这份方案的结构、数据，还有尚未对外公开的风险评估，几乎和我们内部文件一模一样。这是我们的文件。是，而且是昨天才最终敲定的。内部泄密，接触这份文件的人不多。 3个人，包括我。姐姐觉得是谁？先别声张，所有文件重新加密，全线重置。这件事情我会亲自查清楚。姐姐，我配合你。林总，这件事您怎么看？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，更何况尾巴翘得那么……讨厌，这么多人呢，别人看见多不好。那怎么了？你长这么漂亮，不就是让人看的吗？哎，对了，你的老板那个姓林的，最近有没有联系你啊？别提那个老女人了，她已经不是我的老板。可是她之前不是对你挺好的吗？给你花了那么多钱，还给你买了那么多名牌衣服和手表。哎呀，她追我那么久，付出点不是应该的吗？不过她看错人，我现在眼里只有你。流氓。对了，宝贝，你下周过生日，你想要什么？什么都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只要我有，只要你想要。拿着我的钱给别人花，心里不觉得亏吗？连姐说，连姐说，郑先生，糕点好吃吗？姐说，你听我解释。哦，郑先生要解释什么？她就是我远房的一个表妹，刚过来没多久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想找我介绍份工作。郑峰，谁是你表妹啊？你算什么男人？别胡闹！郑先生挺忙啊，又要帮别人打掩护，还要做些偷鸡摸狗、违背道德的事儿，真是令人佩服。莲姐说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也追求了我这么长时间，但是你不能强制我喜欢你吧？我还年轻，我有权利追求属于我自己的幸福。我知道你给过我钱，但是那是我应得的，是我靠自己能力争取的。你挺不要脸啊！子瑜，怎么哪儿都是你？你怎么跟个鬼魂一样，阴魂不散？我要是我第一个吃你。请问这位帅哥是？我是你旁边这位之前的老板，也是你面前这位美丽、知性、优雅的女性的帅气多金、有勇有谋的男朋友。我是郑峰的表妹。你可真往自己脸上贴金！承让承让，不然怎么当你老板？你说你是林锦书的男朋友，证据呢？证据？想让我给你证明啊？可以。虽然你长得又丑，脑袋也笨，年纪也大，但是本少爷今天心情好，就证明给你看。注意看，前方高能。姐姐，醒了还装睡？再吵我，扣你奖金啊！林总，公私分明。
你还真是如狼似虎的年纪。姐姐，你是在说自己吧？你敢说我老？你厉害，再多来几次。姐姐是嫌次数不够啊。行，再来一次。姐姐，早。上班时间注意分寸。好的，林总。这个是我们公司前期的资料，从今天开始，由你单独负责。姐姐，你这是准备放养我啊？我是给你权限，不是给你保护伞。交在我手上，你就放心吧。你今天的衣服很适合你，显得你很精神。谢谢。今天晚上项目组有聚会，你来吗？我可以在你旁边。这他晚上有安排。林总，他陪我见客户。啊，姐姐，我今天晚上没安排。现在有了。第一阶段，我会让设计配合我的需求；第二阶段，我会亲自跟客户确认他们需要的方案。等等，这个客户我跟了2年了，你现在说接手就接手，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？客户半个月前要求换人，你们聊天记录我都看了。看过，和真正谈过是2码事。你确定你能压得住？压不压得住，看结果。哼，年轻人有点冲劲是好事，但是林总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你，出了事儿谁负责？我负责。你一个新人，你有什么能力负责？方案书是我写的，负责人也是我，当然由我负责。好，那资源对接这块我来把握。不麻烦郑经理了，我知道你平时很忙。你不信任我？哎呦，你太敏感了，到时候我需要你的时候，我会提前跟你说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瞧好吧你。大家听懂了吗？这位郑经理不参与我们的项目。已经12点了。客户那边还有些风险，我需要处理一下。怎么，怕赶不上姐姐，所以发愤图强？是啊，姐姐这么优秀，我要是不努力的话，万一哪天被你扫地出门怎么办？想跑？我天天忙活一晚上了，总得要点奖励吧？你别趁火打劫。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好了，今天先不做了，明天再说。好啊，都听姐姐的。但是今天晚上能不能有点小活动啊？想得美。这份报告包括我在内，只有3个人知道。但是这个方案完整的出现在了对方公司里。林总，这会不会只是巧合？巧合到连报价区间、方案预测都一模一样吗？林锦书，又不是只有你长了脑子能想出这个方案。再说，
集团这么多人，每个人都有可能接触到资料。在这个时间里，能接触到核心方案的只有3个人，其中1个就是你，林大少爷。你作为林氏集团的唯一男性继承人，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我？我只看事实。林锦书，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把脑子谈昏了，开始乱咬人？林总，林副总最近也是为了集团在外谈工作，更何况他是林家的人，也是您的弟弟，总不能胳膊肘往外滚。但是我也不能说真的不是林副总，因为这太巧了。郑峰，你什么意思？林副总，您冤枉我了，我是站在集团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。我不需要分析，我只看事实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暂时不要接触公司业务。你这是滥用职权！林锦书，林烨可是你的亲弟弟，你是不是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？你有什么资格？这是集团损失近亿的项目，诸位难道视而不见吗？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，任何人都别想撇清干系。一个臭女人而已，有什么好嚣张？老爷子没了，公司不还是我的？林副总，一个人喝闷酒，这不像你。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笑话？我是来陪你的。今天公司开会我也看到了，林锦书的态度确实有点过。现在演都不演了，当着一众的高管，把脏水泼我头上。在我看来，他就是把您当外人了。自从他上位之后，就没再把我当过他弟弟。可是公司里谁不知道，林家真正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，根本就不是他。什么意思？董事会那些老古董们，他们全向着你。只不过这几年，他强势夺权。你以为我不想动他？权力这个东西，只要有一丝裂缝，他就一定会崩塌。谁做董事长，顺理成章而已。喂，郑总，资料很详细。那就好。接下来，郑总准备怎么做？林锦书不是喜欢护人吗？哼，那我就把他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全拉下去，我看他还护着谁。明白。姐姐，刚才那位女客户怎么看上了？怎么可能？全世界姐姐最好看，我可对你一见倾心。你知道就好。有生是姐姐的人，死是姐姐的鬼。那你死一个给我看看。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但是我死了，姐姐的幸福怎么办？哎呀，给我闪开！可是，在姐姐的公司上班，难免会接触到女客户。业务往来可以，那私下呢？私下你是我的人，注意点分寸。所以说，我们提供的不只是最优质的服务，也会提供一套完整的供应链。滕先生的思路很新。我们不追求最低价格，而是长期稳定。年轻人有魄力啊！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
唐先生，那改天私下再聊。姐姐，刚才是不是吃醋了？维护公司私怨而已。可我只想被你维护。少得意。姐姐，在公司文件泄密这件事情上，姐姐有没有可能判断有一点误区？你什么意思？林业虽然自私又贪婪，又想争夺在公司的权益，但至少是林家人，总不至于拿公司命运开玩笑吧？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他以为他在公司里能把我摁死，笑话。林总，您消消气，别看他现在光彩夺目的，其实背地里许多人都已经离开他了。他那些项目全是靠踩着别人上位，要不是老爷子偏心，所以他怕你。为什么要将您踢出核心圈？不就是怕你手里有他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东西吗？当然怕我。他城南那个项目风险评估是我做的，可是城南那个项目已经被他改得面目全非了。改？他只不过是把对他不利的部分全删了。原始文件难道在您那儿？有些东西删了，不代表不存在。比如说服务器权限，他搞不定的。那这个东西要是交到董事会手里，那结果可就不一样了。你想要？我当然不想，我只是替您惋惜。这么好的一个筹码，为什么一直躺在加密盘里？这个文件，它应该是双重文件。核心，还有物理隔离、加密钥匙，都在我手里，他查不到。那就好。不是泄密，是预谋。你那边查的怎么样了？彭少，郑峰最近的行踪有点不对劲儿，下班后频繁出入几家固定场所，接触的人不像是单纯的应酬。重点查他和对手公司的交集、时间、地点、转账记录，一个别漏。已经在查了，不过他很小心，用的不是公司账户。越刻意避开公司系统，越说明心里有鬼。是。还有一件事，林业名下的服务器加密盘有没有异常的访问记录？有，3天前深夜被远程登录过一次。来源呢？跳了几层代理，但最终落点和郑峰常用的设备路径高度重合。先别惊动其他人，先盯着。要不要现在就把证据递上去？不急，我要的是一条完整的链路。等他们觉得自己赢定了，我再一起收网。明白。动作比我预想的快。刚确认过了，郑峰今晚见过林业，2个人在酒吧包厢待了将近1个小时。内容呢？包厢隔音太好，没录到完整对话，但林业的私人云端刚刚新增了一次远程访问记录。来源呢？是郑峰惯用的那套路径。继续盯，别打草惊蛇。明白。不对，这个改法不是失误。
欲盖弥彰。喂，姐姐，快进来！你在搞什么？快！姐姐，我知道你以前得到的爱太少了，所以哪怕只是一点点，我都想给你找补回来。这只小熊和我小时候那只一模一样。在很小的时候，妈妈出差前会把它放在床头，说他不在，让他替我陪你。姐姐，有时候太上当也不是什么好事，少了点青涩的感觉。姐姐，我想要。我不想。姐姐，我都半个月没来了，我要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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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行行，只要你闭嘴，怎么样都可以。不要！姐姐，你再说一句不要，我就真停了。进。林总，有时间聊两句吗？如果是工作的话就做，如果不是，请出去。我是站在一个老同事的立场。我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交心了。你最近对滕子玉太上心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不应该是你职权范围内的事。是，如果只是下属的话，我不会说那么多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。你有没有觉得，他未必像你看起来的那么简单？一个背景干净的过分的人，他的履历却恰好卡在关键节点出现的人，你不觉得巧吗？你调查我？这只是合理的风险评估。你最近的判断已经开始被感情左右了。你是在质疑我的判断能力，还是在干涉我的私人生活？我只是不想你为了一个小男孩，把自己陷入那么大的麻烦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不想你有一天会后悔。后悔？你说你自己吧。林姐说，你是不是对我有误会？如果没有工作的话，请出去。请便。郑总，几家媒体已经准备好了，新闻方向是公司女总裁，公私不分，提拔年轻男下属，包养小白领。会不会太直接了？直接点才好啊，越低俗，传播的越快。明白。哎呦，你看这个热搜，什么热搜？哇，没想到林总是这样的人。是啊。他应该没听到吧？咱们继续看。低级趣味。林总，你已经看到了，他们是冲着滕子宇去的。不，他们冲我来的。那您打算怎么办？
他们要的就是我失控。如果我现在护着滕子瑜，就等于我承认了。那您就打算吃下这个哑巴亏了？给我查一个 IP 地址。我好像查到了，不是你弟弟林烨，而是郑风的。你终于忍不住。热搜已经进前10了。再等等。可林总那边一直没有回应，公关部那边很安静。他越安静，就是在越忍，忍到一定程度，他就一定会犯错。女人嘛，动了情就会犯错。他现在有2个选择，第一个，撇清关系，保全自己；第二个，护着滕子玉，这样或就赢一半了。可他要是什么都不做呢？那我就把刀送到滕子玉的手上。林锦书啊，你护得了他一时，护不了他一世。这次舆情对集团股价影响不小啊。林锦书，你是不是该给董事会一个解释？解释我没有违规，没有失职，没有滥用职权。可是大众不这样看。林锦书，你感情的那些问题呢，我们不评价，但是集团的形象，我们可不敢赌。林副总，你什么意思？至少在舆论平息前，有些决策，你是不是应该回避呢？如果董事会认为我不适合这个位置，那就按章程决定，否则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。推进到哪一步了？已经确认，偷拍视频的最初发布账号挂在一家公关公司的马甲下，是郑峰长期合作的外包公司。确定不是2次转手？我们反查了服务器跳转路径，就指向他们的内部素材库。偷拍视频原始码率、剪辑痕迹全对得上。钱呢？资金走得很隐蔽，先是海外账户，再回流到一家咨询公司，最后才打到公关团队账上。犯人是谁？林烨。我要完整的资金流，合同邮件一个都不能少。明白。不过郑峰最近开始收紧动作，可能很快会察觉。让他察觉，现在停手，反而显得心虚。需要同步给林总吗？暂时不用，我暂时不想让他有任何烦恼。姐姐，你再忍2天，等他们自以为自己赢定了，我会让这出戏一次性收场。热搜这事儿是不是搞得有点狠啊？不狠，他能下台吗？那他要是真倒下了，董事长的位置自然是您的了。董事会现在已经开始动摇了，好几个老家伙已经私下找我谈话。这是好事啊，林总，说明舆论已经开始发酵了。哼，他现在还没倒下，我就已经被盯上了。如果真出了事儿，那第一个被拉出来补刀的，不就是我？那我们就再助力一把，让所有人死盯他身上。你确定不会牵连我？所有的舆论、证据、路径都是指向他，公私不分，用人失察。林总，您不过是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亲属股东罢了。但如果他真的翻身了呢？那就说明我们给的压力还是不够大。啊，小熊，他的药还没有喝完，这么大了还不会听话。小姐说肚子不舒服。
不舒服。我看他是被他亲妈惯的。记住你的身份。起来了吗？我看了新闻。你嘴巴被人堵上了呀，老是的。好了，算了，1个小时后老地方等你啊。新闻我都看到了。怎么想听八卦？这可是你的八卦哎！林锦书包养小奶狗，这种标题一看就充满恶意。你别跟我说你没事儿，我可不信。我都习惯了，他们越急，说明他们越怕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舆论这个东西它不讲道理啊！你一个动作都会被无限放大，说不定我们现在已经被人跟踪了。你有毛病啊！你是不是小说看多了？怎么会有人跟踪我们？我说句难听的，你现在要么彻底撇清，要么把牌一次性摊开。摊开？对，与其被人牵着鼻子走，不如主动出击。说，李总，我们偷拍视频被人反向锁定源头了。怎么可能？对方不是查账号，而是拿到了模板文件。郑峰，你给我搞什么鬼？模板我们早就删了。没有，那家外包公关公司已经有人开始配合调查。配合个鸡毛啊！我们的资金账户被冻结，理由是恶意商业攻击。你最好给我处理明白，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妈的，郑峰，你敢整老子，老子让你死个明白！当当当，欢迎林总回家。今天可是家属特供。最近情况复杂，最好离我远一点。我听新闻说，远离风暴中心有益于身心健康，所以我把风暴请回了家。我不是和你开玩笑，这件事情也很可能牵扯到你。那我更不能跑了。我要是跑了，岂不是坐实了被包养还怕事的传闻了？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坐下。这些都是我亲手做的，不吃岂不是浪费了？你这是耍赖。对，我只会这一招，而且屡试不爽。我有时候真希望你脑子正常一点。来，姐姐，我以后每天给你做饭送饭，气死那些竞争对手，好不好？那姐姐可以包养我吗？哎呀，包养你个头啊！姐姐，你真是个睡不熟的女上司。现在外面已经够乱了，再闹下去，万一查到我怎么办啊？一点风浪就把你吓成这样，怪不得这么多年一直被他踩在头上。也不能全怪我吧，他本来就随他妈，手段狠毒。狠毒？他那叫狠毒？他那是运气好，加上你蠢。妈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以为董事会那些人真向着他？他们只认利益。他现在名声大，情绪乱，只要稍微推他一把，他自己就会把自己搞下台。你只要听我的，把该签的签了，该配合的配合，其余的脏水
自然有人替你去当。可万一滕子宇那小子，他就是个玩物而已。等林锦书倒了，他算什么东西？记住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没做。等他垮了，董事长的位置自然是你的。妈，这些资产真的能动吗？你怕什么？这些都是历史遗留调整，海外信托、空壳公司股权代持，全都干净的很。等林锦书垮了，董事会乱成一团，谁还有精力查账？可他现在还没倒下，所以才要提前准备。你记住，公司是林家的，不是他一个人的。这是林业签好的授权合同。这份合同涉及的集团层次不低啊。这我清楚，我需要你做的是以集团董事会合规流程为外壳，把集团董事长的名义转到林业的身上。这需要时间，也需要内部配合。时间我有，配合我会给你。您说笑了，我们作为律师，为客户分忧是分内之事。另外，集团名下的几个空壳公司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需要你做的是在林锦书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把资金一点点挪出去。如果被发现，邓律师在业内这么出名，手段这么高，不会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吧？您过奖了，那自然是我们应该做的。等他察觉了，账面早就干净了。林锦书还是太自信，他以为公司在他手上就永远是他的。可董事长这个位置本来就该是我儿子的。明白。爷爷提前回国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是不想让我去接您吗？我哪敢劳烦您林总大驾呀！哎呀，爷爷，你这是埋汰我呀！还是爷爷茶泡的好喝。贫嘴，我这趟回国听到你不少新闻，那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。无关紧要的事儿，能让你坐在我对面还皱着眉。那个叫滕子玉的孩子，我也听说了。您不反对？我反对什么？我反对你包养他。哎呀，爷爷，我反对的从来不是人。你从小就这样，什么事儿都自己扛。别人靠近你时，你第一反应不是依赖，而是防备。最近集团不太顺，顺的时候看的是能力，不顺的时候看的是耐心。可是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啊。真正麻烦的从来不是大风浪，是水面看着平，底下却开始换流向。林业那个孩子从小跟他母亲长大，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虽然他是你亲弟弟，但品行不端，难以委以重任。这个时候最忌讳两件事，一是急着证明自己还在掌控，二是急着找谁错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那我应该怎么做？先站稳，站得稳，再看谁心虚。记住，位置越高，越不要先亮底牌。真正的局，不是先动的人赢。至于那个滕子宇，哎呀，他就是小屁孩，我不想让他跟这件事情牵扯进来。小屁孩。这是什么？爷爷，
你要给我转一大笔钱吗？不可能，他就是个穷学生，他在会所打工的。你最近对滕子宇太上心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不应该是你职权范围内的事。是，如果只是下属的话，我不会说那么多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他未必有你看到的那么简单。一个背景干净的过分的人，他的履历却恰好卡在关键的节点，您不觉得巧吗？他骗我！你认识的是他选择让你看到的那一面。他为什么骗我？他为什么骗我？有些人不是骗你，只是把底牌放得很低。你要的是并肩的人，不是随时被你推开的影子。而有些人会自己走快，走得越快，越容易露出破绽。如果那孩子能让你松口气，能让你不再时时刻刻想着输赢，那他的出现不算晚。至于外头怎么说，你记住一句话：真正站得稳的人，不需要讨所有人喜欢。姐姐，看来我没有看错，又穷又爱装，假的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走，我送你去医院。你家水拿去赈灾了？我跟你说个事儿。等等，好事坏事？你不会是怀孕了吧？林一定说，我怀疑你个头啊！你脑袋瓜整天想个什么？林氏集团总裁带下私生子这瓜也真是太大了。滕子瑜，他怎么了？他出轨了？是谁？你告诉我，我去撕烂他们！问你到底听不听啊？听，你说，我听。我以为滕子瑜是一个简单的人，以为他只是个穷学生啊，打工赚钱养活自己。把他带到公司，郑峰一直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，还提醒我要留意他。我一直以为他是因妒生恨。不是你连铺垫都这么多了吗？姐妈，滕子宇他到底怎么了？他是跨国集团独子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滕子宇，他是谁？照片一放风，部分媒体开始跟进，但舆论源头被追查，有人顺藤摸瓜。风控那边说，对方不是普通公司，不好。林总，你在搞什么？你答应过我，动林锦书可以，但是别他妈把我拉下水。林总，这件事马上就会。你最好是给我一个结果。告诉你，我现在的位置比你的命还值钱。如果因为你那些见不得人的手段出了问题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我要的是董事会，不是陪你一起过家家。我靠，霸道女总裁包养不爱上小奶狗，结果小奶狗就是更大的霸道男总裁。哇，这故事也太狗血了！哎，等等，你这算什么？你以为你是在谈恋爱，结果是在和资本对等博弈啊！你不接吗？我也没想好怎么面对他。姐姐在忙吗？晚上有空没？请吃饭。这就是我不舒服的地方。你不是怕他比你强，你是怕他最开始一切都知道。我不知道他是故意选择隐瞒，还是就没打算说。哎呀，那你完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在纠结身份，
你是在想，如果将一切摊开，你们还会不会站在同一条线上？关于董事会那边，我会先从代持和临时授权入手，名义上不动声色。林锦书最近警惕性很高，你自己小心点。我要的是他一步步失去控制，而不是立刻翻脸。我要的是他一步步失去控制，而不是立刻翻脸。明白，资金会分批走账，看起来只像正常的项目调拨。等林业坐上那个位置，你的名字会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。谢谢你啊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我现在有点分不清，我是不甘还是不安。你第一次处在这么被动的关系里。我一开始以为最清醒的人是我，没想到最不清醒的人反而是我。开始就故意隐瞒，那老娘算什么？小兔崽子，竟敢欺骗我！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有失身份，典型的情绪先行，判断后置。什么意思？我问你个问题，他有利用你吗？没有。那他有借你的资源，踩你的位置，越你的界吗？没有。那你暴躁个屁呀！他现在是在往下走，又不是在向上爬。我问你啊，你喜欢他吗？你说什么狗屁问题？我要听你的真心话。可是我讨厌他会欺骗我，这点我站你。你要分清楚，是欺骗还是选择不说。有些人隐瞒身份不是为了占便宜，而是想看清你是爱他的人，还是爱他背后的一切。姐姐，我的项目奖金下来了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多。恭喜你！我打算第一时间就跟姐姐说的。挺好。姐姐，你是不是不开心啊？没事儿，就是有点累。那你慢慢吃，我先去一趟洗手间。舆论的事处理的怎么样了？抱歉，我已经处理好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这次不要再给我出岔子。这次不会，十拿九稳。董事会那边我已经铺好了路，只要他这次失误被质疑决策了，下台这是早晚的事。太自信，以为公司在他手里就可以高枕无忧。舆论、经济，这些所有的压力都在他身上，他扛不住。记住，不要牵扯到我，我要的是位置，不是陪他陪葬。放心，这次他指定翻不了身。姐姐在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随便看看。来，姐姐，今天我点了你最爱吃的牛排，你试试，有没有我做的好吃？我吃饱了，谢谢。姐姐，你是不是厌倦我了？滕子瑜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滕子瑜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姐姐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我问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我
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放手，滕子远，你不用再装了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解释什么？解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盯上我？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？我从小就被别人盯，被亲人盯，被外人盯，所以我习惯站在最前面，什么都自己扛。可是我以为你不一样，你是永远站在我身边的那一个人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。但就是你骗了我。我原本以为在这段感情里面我是最清醒，可是我现在发现我连知情权都没有。但是如果一开始说你还会靠近我，所以你就替我做决定吗？你有什么资格？姐姐，如果你现在不想看到我可以。我不想再看到你了。姐姐，隐瞒你是我的不对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隐瞒你什么，也从来没有想过利用你得到什么。我只是单纯的喜欢你，想陪伴你。姐姐，不要再生我的气了。我知道，也许我做了很多错的事情，可是我只是想对你好。守护你，都是我做的。我也要去公司上班，你又带别人去了。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。你上什么班？回头出国深造一下。不要深造，我就要去上班，我就要去姐公司上班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真拿你没办法，明天跟我取趟衣服。你就知道姐姐对我最好了。为了表达感谢，我决定今天献出我的肉体。来吧。来，姐姐，牛排已经切好了。这点小事怎么能麻烦姐姐呢？嘴真偏，光嘴贫肯定还没有用，别的地方也下点功夫呀。你有点坏哦。Yes, I'm bad boy. 我是不是伤到他了？滕少，正风林业私下交易，视频源头和资金转账记录全部锁定，随时可以收网。按计划进行。是。别伤害到林姐叔。好。你今天要跟我说什么？我要重新审视一下林家的权力结构，有些事情不能再由你们决定。你一个女人，怎么可能改变家族的结构？你身为一个女人，怎么还歧视同性啊？林锦书，你真的认为能改变集团的权力归属？林烨，我不仅要改变权力，还要让你们知道，谁才是这个集团的真正主导者。
可笑，林锦书，你还真是口出狂言啊！慢慢等着好戏上场吧。会议开始前，我先说个事儿。今天这个会不是例会，是清算。李总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意思是，从今天开始，集团以后不会再为祝总买单。哎呀，看来这集团要变天了呀。3个月内，集团的核心账户异常转账1.5亿。不可能，所有大额转账都有双重审批。是，所以我问一句，选择权在谁手里？你这是栽赃！我是不是栽赃？你比我清楚。林锦书，你居然私自调查家人！你转移账户的时候，可没把我当成家人。精彩，精彩！我承认，你比我想的更狠。你负责的是哪一部分？需要我替你描述吗？陶总舆论，偷拍视频也是你安排的？这跟我没关系，你污蔑我！这跟我没关系，你污蔑我！郑峰，污蔑你？你以为我林锦书会蠢到用自己的清白给你做一场拙劣的陷害吗？郑峰，污蔑你？你以为我林锦书会蠢到用自己的清白给你做一场拙劣的陷害吗？偷拍视频是我拍的，媒体是我找的，资金流向的账户也是我替你开的。你把水小浑，你以为我和你一起脏吗？证据可以伪造，聊天记录可以编辑。那你解释一下。滕总，各部门已经就位，董事会那边也在等。好。那不是滕子宇吗？好帅啊，好帅啊！李金书，你演够没啊？我演？你们是笃定我不会反查源头？不好意思，打断你们了。不好意思，打断你们了。那不是林总身边的那个年轻人？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谨代表境外投资方莅临本次会议。你不该来这儿。什么投资方？什么投资方？郑经理，购买偷拍视频的付款账户用的是我方监控的通道。林副总，你以为自己控制了舆论，但是一切都在我们的风控范围内。少在这里装腔作势，这是我们集团内部事务。内部事务？那你母亲在境外通过空账户转移资金，为什么要通过我方系统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胡说八道！我手上这份境外洗钱报告能说明一切。啊！这什么报告啊？哎，我看看。各位，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了，这不单单是权力的斗争，我们集团正在被人掏空。这本来就是我的，一个女人凭什么坐在那儿？
那个位置本来就是我的。那女人凭什么坐在那儿？凭你们算计的时候，我在为集团兜底；凭你们挪钱造谣逼供的时候，我没有退一步。你以为你赢了？林锦书，公司股东已经签了董事转让协议，林烨现在是董事会的正式董事长，你已经出局了。谁说的？爷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今天的事儿，我在外面听了一半，没想到有一天你们会把毒手伸进集团的骨头里。爸，这都是误会。你叫我一声爸，却算计我孙女的位置。林董，这是股权转让协议，确实是林母所为。毒不食子，他这是想将我林家赶尽杀绝。你叫我一声爸，却算计我孙女的位置。这个集团是我一手撑起来的，我看过最难的日子，也见过最干净的账。你想要位，我不怪你，但你走的是捷径还是歪路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外人却想做内贼。今天谁站错队伍，我不追究，但从这一刻起，集团只认能力，不论血缘，更不论阴谋。这个位置他坐得稳。年轻人，你今天站在这里是来抢功的吗？当然不是，爷，我是为了他。那就好，按程序走，该冻结的冻结，该移交的移交。你真的要这么偏袒他吗？就算我倒下了，名声也毁了。这是警方的立案通知，你自己看看。林锦书，你早就布好局了。你们自己一步一步把自己算计。你们不是输给我，而是输给贪得无厌。林烨，你从小就拥有一切，你还不满足吗？在你妈妈的威逼利诱之下，你一步一步刺伤我。难道你忘了自己姓林？忘了我们是同一个爸生的吗？爷爷，姐姐，这不是我的错，这不怪我，都是我妈逼我的。逆子，枉费我这么多年，花这么多心思在你身上，我真是生了个孽障。林锦书，你真的要鱼死网破吗？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们自己改过自新吧。林锦书，放开我！走。刚才在会议室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。我一直以为我要赢，我才能被承认，所以习惯一个人搞，哪怕再累，也不允许自己软下来。可刚才我知道，我不是输不起，我只是怕再被背叛一次。对不起，我不需要你道歉，我只想再问你一次，如果我不是林氏集团的董事，你还会再选我吗？我选的一直是你，不是林总，不是赢家，也不是站在光明的人，我选的一直是你，林锦书。
这个就是你说的普通服务员的家？对啊，挺普通，但是有点追求的家。你藏得真深啊！你也没问过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才发现你真是漏洞一大堆。那你为什么不拆穿我？因为你是小屁孩，我懒得跟你计较。那姐姐，我现在算是转正了吗？试用期很长，做好心理准备。我这个人最擅长就是打长期仗。油嘴滑舌。姐姐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对你有任何隐瞒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？因为我怕，我一旦告诉你我的身份，我们就不能平淡相处了。好吧，我原谅你了。反正你已经是我的人了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那你要负责到底。